我可怜的婆婆温迪呀，发了一周高烧，因为追星。她喜欢一个男歌手叫肖恩蒙德，好像是98年的。在加拿大的严寒之下，穿小短裙，光排队排了4个小时。最有意思的是，我婆婆是和她二姨一起去的，二姨名叫简女士，维持is 77。这简女士人严重糖尿病啊，一激动更升糖。我婆婆还得看演唱会期间暂停看她的 idol， 给她摆小针降糖，给我婆婆整的也挺不耐烦的。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都没你的甜。我婆婆还喜欢谁呢？喜欢 Rain。在温哥华组团追，怕我不知道他喜欢的是谁，跟我说我喜欢韩国的雨。我说我喜欢东北的雪。他说雨就是 rain。我说啊，他呀，那个人在哪儿都叫 rain， 我们也管他叫 rain， 没人管他叫雨。然后我就很难想象这事我妈能干出来，我就在琢磨，面对衰老，东方和西方最大的差别是啥？中国老人的观念是，老人就该有个老人的样子。比如我妈哈，过了55岁，就是小短头发，带点卷儿，猛踩广场嗨曲的点儿，纱巾上总印着 fashion 的字儿啊，红袜子踩着小人的脸，对不？就这些宏观上显老的因素，她都不在乎。但如果你敢问，哎，你啥时候脸上有褶子？她问你啥时候你准备要孩子？所以咱们的妈妈在拍抖音的时候啊，全用那个特效滤镜把脸上褶子给晕刷屏，就粉嫩粉嫩的老阿姨。那究竟是什么东西透露了青春已凋谢？是那 BGM 里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花花的世界。我婆婆呢全是反的，你看马上60了，永远披肩长发到后丘，4季性感小热裤，追星追最年轻的哥哥，游乐场坐最过山的车，口红涂的比芭比都粉，夜店跳舞比小姑娘还能，就是不管脸。所以我妈和我婆婆面对衰老哈，有这种复杂的对立而统一的关系，有时候她俩还能打破中西文化的壁垒，互相支招呢。先是我婆婆给我妈支的招，她跟我妈说，你要想变年轻得美黑。这个褶子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沟壑。为啥你能看出来它是褶子呢？是因为这个沟壑它在皮肤上出现了阴影。那如果你整个皮肤在黑夜里，何来阴影？一黑就该褶子，一黑就该褶子。我妈说你这是属于掩耳盗铃式衰老。你看我们亚洲人看着就不老，2个招：居家电波法和哈哈大笑法，就哈哈哈哈哈。咱先说居家电波法有用，这点我跟我妈是一致的。我脸上刚开始有褶子，我就买了雅萌他家 ACE 3代的射频仪。但是吧，我这个下颌线啊，都不是说不清晰的问题，我属于就下巴和脖子连一起了，八脖一体了，属于八脖奔来奔波霸的。所以我又整了一个升级版的 ACE 5代射频仪，它新增这个 Power 档，就可以针对额头、眼周、脸颊、下颌线4个不同部位定制输出能量，跟1、2万次的热那啥都是一样的分区操作，而且它是一次性吧输出3重能量，表皮层用红光，真皮层用射频，肌肉层用微电流，整个就是一个3D 式的抗老修护，每天6到10分钟，眼角的小纹是淡了，你瞅瞅。现在他在俺家属于共享光波，电波法吧，我婆婆还行，大笑法真给她害惨了。有一次我婆婆跟我女儿视频，就看我妈在视频的背景这样。温迪就问我女儿，你家地板漏电了，你姥这是什么造型啊？我妈跟温迪说，这招特别有用，最好会100个老太太跟你一起笑，背朝大树，就用你们英文词就是 laugh and enough， younger 10年都 not enough。我婆婆就开始有点信了嘛，没找着老太太，找她俩闺女跟她一起练。我只能说，公公，我对不起你。哎，我想问一个事儿哈，就你们各位的男朋友和老公，他们前女友的照片，他删不删？我和我老公昨天因为这个事儿整的挺尴尬，我现在三观有点乱，我都不知道谁对了，给你们讲讲，你们帮我掰扯掰扯，是咋回事呢？这不从3月份开始，孩子幼儿园就关了吗？俺家在澳大不就一直跟俺这俩大人搁家待着，就一家3口一天无鸡六兽的。这不最近开始就规则放宽了，可以见人了吗？俺们的好朋友就俺家孩子最喜欢的艾莎阿姨就说的，你俩把孩子给我给你看一下午，完你俩可以放松一下，享受一下2人世界。你说这世界上最悲哀的夫妻莫过于啥样？就我跟我老公把孩子送走以后哈，一到家我就瞅着我老公，我当时心里就寻思，你说这我要是能把他也送走，那该是个多美好的世界呢。过了能有半小时吧，就俺俩把彼此的后背都彻底挠了一遍以后呢，就也觉得这么过有点辜负光阴。后来我说的，要不然咱俩看看当年婚礼录像吧，就追忆一下你当年有头发时候的样子。完，俺俩坐他电脑前边呢，就开始看婚礼录像。看完婚礼录像呢，就开始看以前照片。他的电脑里边存着他所有的照片，完事都是按照就时间年头分类的。完，俩就这么倒序的开始看，就是生孩子的，完事结婚的，结婚之前就谈恋爱时候的，就给我看的还挺感动的。完事就是一直往前倒，结果倒大发了，一下到2007年去了。一打开，哎呀天哪，全是他和他前女友照片。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没赶上好时候，为啥当年他跟别人的时候风华正茂，后来轮到我的时候像个三炮呢？但是话说回来呀，人挪活，树挪死，好汉也怕晒情史。听人话，吃饱饭，前女友是大炸弹。
我一直觉得吧，我可以说是一个不太爱吃醋的懂事女人，但是看着前女友就喂她吃蛋糕的镜头，我咋就那么难受呢？就是那种难受，她闹心在哪儿，你知道不？踩着牛粪咱刷腿，咬着虫子咱涮嘴，翻照片翻着前女友，一腔膈应不知道往哪怼。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前女友照片你不删呢？我老公当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我为啥要删呢？我说我看着闹心呗。然后老公说的，我也没有啥事瞒着你的，就我整个这恋爱史你也都知道，就我一共处过4个对象，你1.53米在里边排第2高，你不还老埋汰我这审美有问题呢吗？再一个，你说照片里头的这个人，我跟他俩13年没见过面，没有联系了，你说你跟他较这劲干啥呀？最关键的是，我电脑里存的照片都是按照年份，也不是按照人。如果你打开我电脑，发现里边有个文档是以他为名，而里边全是他俩照片，那算是我对他肯定是还有怀念。你现在打开的是2007温哥华，就他就只是我就2007年那年在加拿大的就是记忆中的一部分呗。我说我塞不塞内增高也是错，你有没有07年也得活。美好的记忆叫岁月，误入的歧途叫蹉跎，删了吧。我老公说，假如你有前男友，然后你电脑里有和他的照片，我是不会介意的。我说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揭短。你明知道我没有前男友，为什么要在这做这种就嘲讽般的假设？然后老公说的，行，你赢了，我都给删了，行不？我瞅他那样，我说你别整这出，不行，整的像我在这故意放歪，就你受多大委屈似的。咱一会儿不上艾莎那去吗？咱问问艾莎咋说，就别整的像我一个人就不讲理似的。然后俺俩就上艾莎家了嘛，就把这事跟他学了。结果我这个猪队友艾莎，哦，我的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这么辛苦的为你们俩营造了一个浪漫的午后，你们俩就跟这玩了吗？我说你就告诉我你觉得该不该删吧。艾莎说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翻篇吧，因为我个人经验呢，我和我前男友因为他电脑里边前女友的照片也闹过矛盾，他当时的表现比你老公聪明多了，就告诉我没问题，我都给删了，但其实根本没有用。你以为他们切断了过往，其实就是换了个文档，你永远不知道他究竟删没删，说不定就上传到天上哪朵云里头飘着呢。而且艾莎还偷摸跟我说呢，就是你越纠结，显得你心眼越小，显得你像特别暴躁似的。你说2020年本来大伙儿就都挺不好过的，你为啥非得引导他去怀念2007去呢？我一听好像也有道理呢。反正我现在是彻底迷糊了，但我就想知道你们是像艾莎一样想得开，还是像我这样想放歪呢？这外国人怎么处理亲戚借钱这个难题，他出其不意的处理方式非常值得大家学习。俺家外有个亲戚，这2年贼爱借钱，是我隔一层的表弟，就是表弟，也不知道这2年是沾染了什么东西，管俺家好多人都借过钱了，也不还。我妈就提醒我11你们回来，整不好管你们借。那大胖媳妇虎了吧唧的，我得提前打个预防针。我说这个人啊，如果单独找你，你都别等他张开他的嘴，你上来先说自己穷，别给他留机会，你就往夸张了说，你就说你工资不够活，你媳妇买房没钱挪，翟耀达爱炒股，张拿铁爱赌博，爱人垃圾吧，就卖惨，懂不？他说行，我记住了，但这人是谁呀？我当时就英语水平在那一刻也蒙住了，我就想，你说这远房表弟怎么说呢？远就是 far away 表弟就是遥远的表弟嘛，差不多意思。大胖媳妇说明白了，我知道那个遥远的表弟。然后放假了，我们就带着探险社干干爽爽回家了。回到铁岭，我的 far away 遥远的表弟欠太多人钱了，压根就没敢来，我心就放肚里了。我没想到人家大胖媳妇认错人了，冲着我那无辜的正常表弟一顿哭穷，给我表弟彻底哭懵了。吃饭间隙，大胖媳妇突然过来给我按摩，借按摩的动作偷偷在我耳边说，现在吧出现一个特殊情况，我这穷哭的可能有点太真了，你表弟刚才借我1万块钱，我说发生了啥呀？他说你不让我哭穷吗？我哭的老真实了，我自己都觉得我穷的可怜，你表弟1分钱没敢管我借，直接支付宝给我打1万。我说啥玩意儿啊？他说你不是说就他瞎借钱吗？我说那个是far away表弟，遥远的表弟。他说对呀，他在深圳工作嘛，那这桌另一个表哥在沈阳，那他肯定不遥远呢。大胖友说那我现在就把这钱还他呗。但是我呢又不太想让所有家人都知道我没事在家跟我老公偷偷说那个表弟的坏话，所以我说你一会儿不是要跟我这个表弟去搓澡吗？你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误会解释一下，然后你把钱还他。我来姨妈就不去搓澡了，正是多的时候。没看见吗？我随身携带太阳社深藏不露，吸收量大不侧漏，直接吸到底，表面干爽很有实力，出门穿着不闷热，没啥存在感，包装人性化，开启之后可密封，卫生又方便。然后他们就去搓澡，我表弟搓完澡去汗蒸房了，大胖媳妇搓完澡奔着汗蒸房就去了。进去之后，大胖媳妇朝着一个跟我表弟身材很像的东北大哥就骑上去了。干啥呀？那大哥一顿挣扎，你干啥呀？
大胖媳妇跟人说，别吱声，我是你姐夫，姐夫错了。人大哥好像本来就点了按摩，但是没想到技师这么沉，大哥继续挣扎。什么玩意儿？谁是我姐夫？大胖媳妇，我就是你姐夫，别吱声。1万块钱我现在转给你，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大哥居然不挣扎了，大哥确实也想听听为什么。这时候我表弟进屋了，大胖媳妇发现错了，太尴尬了。大哥还问他呢，来，你告我为什么？大胖媳妇灵机一动，假装自己是按摩技师。妈呀妈，赶紧滚！OK， 跟大哥说，那个我按完了啊，来看一下手牌，看一下手牌。然后蹭家就跑了，还问我表弟呢。哎，你俩跟他长一样呢。结果好巧不巧，洗完澡出来，在楼下等车的时候又碰着大哥了。大胖媳妇再一次陷入尴尬，这回更尴尬，咋整呢？他又灵机一动，那只有继续装工作人员了。